所有的企图，其实都只是在把我引向你的身边。喂，听得清吗？是的，等等，他们好像有点太热情了。小叶，我就猜到你肯定是躲到这里打电话。哎，观众们可都在叫 uncle 呢。 没你这个鼓手可不行。哎，不，你别挂，我现在打给你，就是想让你也一起感受一下。虽然你因为工作没办法来，那就让我把现场带给你。 准备好。我真是太喜欢100%了，每首歌都是这么好听。我也是，我还是追着他们从首都来的。首都？那不是他们巡演的第1站吗？天哪，你真的很爱哎！嘿嘿，我已经打算跟完这整趟巡演了，一直到最后一站深港，就当旅游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就知道你会喜欢。今晚的最后一首歌，来自我们第1张专辑的主打《春夜》，送给大家。我们一起掀翻屋顶吧！鼓手好像有腱鞘炎，看他拿鼓棒的样子，应该是刚才发力出了点问题。啊，怎么就结束了？还好可以录视频，回去之后就得靠我的这些宝贝续命了。
你没首都录上了吗？我错过了好几首。这么意犹未尽的话，你想不想和 Ephemeral 乐队的成员见个面？当然，只要你想。跟我走，我带你见他们。主唱李斯和我同一届，其他的成员都比我小一些，不过也都是校友。只说是大学同学，是不是太见外了？夏夜，好久不见了，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。也是正好一个工作刚结束，才有时间来。你好，初次见面，我叫李斯，既是 Ephemeral 的主唱，也是乐队2位初创成员之一。你不知道吗？ Ephemeral 的另一位初创成员就是夏燕。李斯，你还是一如既往的这么夸张啊？其实只是当初在学校的时候，一时心血来潮，就想说组一个乐队，大家一起玩音乐也不错。不过乐队初具雏形的时候，我就因为学业上的事情只能退出了。所以初创成员什么的，我还真算不上。怎么算不上 ？Ephemeral 这个名字可都是你起的呢。我是鼓手。哎，你现在还在打鼓吗？自从之前那次救急演出后，就没再碰过了。工作实在太忙，很难有固定的时间练习。哎，可以理解，玩音乐毕竟是比较奢侈的事情。你洗完了？李斯给我发来了我们之前的表演视频，刚下载好。对，是好几年前的事了，应该是你刚参加工作那会儿。那场演出在深港市，我当时正好在那边出一个任务。那时 Ephemeral 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乐队，能有一场商演实在很不容易。但当时鼓手就是腱鞘炎复发，连鼓棒都挥不了了。比起其他能临时找来的人，李斯觉得还是我最可靠。正好我也有时间，就帮了他这个忙。你觉得呢？
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。初到一个陌生环境，总有适应的阶段。这个时候能有个兴趣爱好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，也可以当作短暂的寄托。我其实刚学没多久，就被他绑上了贼船。只是好不容易Ephemeral 组的差不多了，我就被国安特招走了，也就只能留下李斯一个人继续主持乐队。这也是我对他一直有些抱歉的一点。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吧。那个时候，我因为要兼顾学业和国安部的工作，练鼓的时间越来越少，所以也想看看自己的水平究竟倒退了多少。哦，是。说曹操，曹操到。他刚刚邀请我们明天再去工作室一趟。你们来了。抱歉，昨天晚上一直在医院，所以没太休息好。哦，没事儿。你去医院做什么？夏言，你应该看出来了吧？我们乐队里的鼓手腱鞘炎很严重。他昨天也应该是强忍疼痛上的场吧？没错，他下来之后直接连鼓棒也握不住了。我们的医护人员虽然给他做了处理，但后半夜还是把他送到了医院。现在打了封闭针好了些，不过这段时间肯定是没办法再打鼓了。哦，没想到这么严重。是啊，果然有时候人担心什么就会来什么。下一站巡演就在5天后了。上次救济演出之后，我和你说以后肯定不会麻烦你，没想到要食言了。不管是看在 Ephemeral 还是你我交情的面上，这个忙照理来说我肯定会帮。只是现在和当初又不一样了，我真的已经很久没有练鼓了。嗨，你能这么说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不过话也别先说的那么早，要不你先试试，看看自己现在还记得多少。那就试试吧。别急，让我们看看你的基本功还剩多少。要不先从一些基础的节奏型开始练手？别太小看我。连春夜我都还记得很清楚。以前观众那么多都没见你紧张，怎么现在反而不行了？热身罢了。很久没碰鼓，现在熟悉了。
这应该是你第一次看到夏燕打鼓吧？其实当初我也是学打架子鼓的，所以我对鼓的基本功那些都很了解。我学了很久，也拿过奖。当我第一次听到夏燕打鼓的时候，就知道自己在这方面实在算不上有天赋。后来问了她学鼓多长时间，说实话真有些妒忌，但能怎么办？当初也算是我缠着她一起建立的 Ephemeral， 总觉得这么有天赋的鼓手不走职业道路实在可惜。后来她选择退出，我其实很理解，但我知道她心里多少对我有些过意不去，这不才被我利用，让她去了那场救济演出。没错，你怎么知道？就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商演的最后一首歌是《春夜》，这个习惯也就沿用至今了。怎么了吗？我想我说这么多，你应该也能明白我的用意了。我希望你能帮忙劝一下夏夜，让他答应能作为轮换的鼓手帮忙巡演。聊什么呢？还要背着我？是啊，我在说，像你这样有天赋的鼓手，就这么直接放弃打架子鼓，有多么可惜。夏夜，从你刚刚练习我就知道，你其实还是很热爱打鼓的，不是吗？要不要趁此机会重拾架子鼓，顺便帮我们个小忙？你管跟着你们全国巡演叫小忙啊？更何况，我现在虽然还能跟着谱打完，但其实挺吃力的。不管是体力还是技巧，和专业的还是有一定差距。这我当然知道，毕竟你这么久没打了。当务之急是5天之后的演出，过了这一场就有更多的协调时间了。这之后你只需要做轮换的就好，不会要你每场都上的。再说了，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，在他面前耍帅的感觉很不错吧？我怎么样？你本来也是初创成员，现在让你做个轮换，我还觉得委屈你了。就知道拿初创出来说事，我还能不答应吗？你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去巡演？这当然好了，只是不知道你们律所。你最近手头上的工作是不是都快收尾了？
啊，是这样的，律所刚刚接到一起委托，我看了大家的时间表，你的时间是最合适的。怎么了？是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吗？由于当事人那边需要立刻面见代理律师，我已经让助理给你订好了去平南市的机票。详细的资料都已经发到你那里了，你可以在飞机上慢慢看。怎么了？是工作上有什么事情吗？这有什么？我也经常会被一通电话叫走，不是吗？来吧，你不是马上就要去赶飞机了吗？我帮你收拾行李。车还有5分钟就来，我们在这儿等等吧。真的不用我送你到机场吗？如果困了，就在飞机上睡一会儿，不要勉强自己看工作资料。戴个帽子，就不用担心发型会睡乱了。话别说的那么早，巡演有好多站呢。就算真的运气不那么好，还能看录像啊。那有什么关系？我人在这里呢。你想怎么看 live 都行，还是只为你一个人表演的？怎么每一次要和你分开，都觉得好艰难？好好工作，只要有空就联系我，好吗？听得还清楚吗？我让工作人员在效果最好的地方拿着手机的。是吗？毕竟这几首歌我天天都在练习。是啊，2天后就是最后一站深港了。
深港的朋友，你们好吗？Ephemeral 现在都有站姐了吗？看来我们 Ephemeral 是真的火了呀！那么，就让我们一起奏起来吧！这是那个鼓手要唱歌的意思吗？以前返场他从来没有唱过吧？难道是因为这是巡演的最后一站，所以特地安排的？天哪，这也太用心了吧！一首《星爆》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哦，这是新歌吗？好像从来没听过啊。是的，别怀疑你自己，这是完完全全的新歌。那这完全值回票价呀！礼花是回礼，谢谢你送我的花。至于其他人嘛，毕竟李斯欠了我一个很大的人情。如果真不想让我认出你的话，为什么要戴我的帽子来？这样就算我想装作没发现你，都很难。没关系，我依旧很惊喜。你都不知道，我在舞台上看到你的时候，差一点点就打错了。还好我没有，在喜欢的人面前出丑，也太丢人了。还以为你来不了呢。不急，帅不帅什么的，你来就好。
在想什么？一定要现在走吗？好吧。之前的错过，什么意思？你看了那场演出？居然还有这样的事！那时候你就知道了，怎么不告诉我一声？啊？就像命运的剧透，这称不上错过的错过，预示着我们彼此之间的靠近，远远比所想的要更早一些。所有的企图，其实都只是在把我引向你的身边。可是，这真是有点犯规，在不得不分别的时候，说着想要再近一些。早点回家，我在家里等你。怎么了？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？明明都拍得挺好的呀。要我说呢，这些照片都应该挂起来。虽然每张都很好，但我最喜欢这张。不仅仅是因为这个，我最喜欢它是因为这是世界上最独一无二的一张照片。
或许其他的歌我还会再表演，但星爆是肯定不会了。其实本来安扣的时候是要唱另一首歌，而且也不会是由我来唱。但是当时我看到你了，就和李斯商量了一下，最后临时换成了星爆。因为这首歌是我为你写的呀。无论台下的观众有多少，我只想让你一个人听到，只想让你一个人听懂。喂，怎么了吗？啊，刚刚在练鼓，没有听到你的电话。哦，原来已经这个时间了，那我再练习一会儿就回来。今天状态不错，我还试着又打了一遍为你写的那首歌，感觉比之前打的要更好些。应该是因为心境已经不太一样了吧。上次表演的时候太怕出错，反而有些地方不尽如人意。啊，你想知道这首歌是怎么想到的？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为你写一首完整的歌，是我从巡演开始就想做的事，只是一直没什么灵感。直到有一次，我记得是一个晚上，表演结束，我给你打电话，你没有接到。那时候不知道你是工作还没结束，还是遇到了什么别的事，因为怕打扰到你，我就没有再打过去。而等待你打回来的期间，我就在想，等下都要和你说些什么好呢？是那天中午的盒饭很不好吃，还是白天练习的时候有只猫从练习室的窗台跑过呢？很神奇，明明是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小事，也会因为有了分享的人而变得弥足珍贵起来。只是这样随便想着，几乎不费什么劲，歌词和旋律就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了脑海里。那你呢？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你想到的都是什么？好，等我回来再给你唱一遍，到那时再亲口告诉我你的答案吧。